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警告称，中国可能首先拥有第6代战斗机，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据美国军事观察家杂志报道，美国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·凯利警告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开始在美国空军之前部署第6代战斗机。两国正在竞争，谁能首先开发出这种飞机？凯利声称，我们今天不能告诉你中国发生了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发生什么。他们没有就第6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相关性进行辩论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他们正在走上正轨。你可以理解为，凯利将军认为中国的第6代战斗机的计划可能不像美国人那样纠结、没完没了的辩论讨论，而是早已经确定了发展方向，并且已经走上了正轨。凯利将军曾在2021年初强调过，如果我们的国家缺少勇气和专注力，像中国人这样的国家就会先部署这种能力，并利用它来对付我们。尽管五角大楼对于下一代技术保持着高度关注，但面对竞争，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，也就是第6代战斗机计划的雄心壮志，在2022年6月被淡化了。就在其下一代战斗机开始其工程、制造和开发阶段后不久，其计划不是越来越清楚了，而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凯利将军特别给出了几个最新迹象，其一是在首先部署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竞争中，美国的 B-21计划被延迟了，这意味着它可能与中国正在研发的轰20战略轰炸机的首飞时间相差几个月，并有可能落后于其中国同行研发的轰20。中国的第6代战斗机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投入使用，并使所有的现役隐身战斗机过时。中国和美国目前是唯一一个以中队级实力部署本土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，前者生产的是歼20和 FC-31，而 F-35则在美国生产。那么，这位美国空军将领所提出的美国第6代战斗机的发展陷入迷茫，方向不明，而中国的第6代战斗机项目有可能超越美国，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？凯利将军说，中国对第6代战斗机的概念似乎反映了美国自己的概念。我认为中美对第6代战斗机的设计理念虽然存在差异，但是差异呢相当细微，这恐怕只是美国人的理解。实际上，因为各国对第6代战斗机并没有明确的指标，中国在下一代战斗机的发展上已经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航空设计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自由王国，美国与中国目前处于同一起跑线，就看谁更早发力，最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第6代战斗机。美国讨论的下一代战斗机，目前呢方案没有确定。那么为什么没有确定呢？是因为其战术技术指标到目前都不明确。想当初美国的 F-22出来的时候，其战术技术指标非常明确，就是 4S： 隐身、超音速巡航、超机动以及超级态势感知能力。第6代战斗机呢，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美军内部已经争论了10几年了，目前仍然没有拿出一个可靠的指标。那么下一代战斗机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？美国可能有他们的考虑，中国也会有自己的考虑，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发展，就有可能搞出不同类型的、不同战绩指标要求的第6代战斗机。按照美国人的推测，以中国军工的研发速度和创新能力，中国国产的第6代战斗机可能会在2035年左右与国人见面。给出这个时间节点的可是歼20的副总师，这说明在美军内部还在争争吵吵，第6代战斗机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，它的战绩指标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，我们的飞机设计师已经在按部就班的
开展预研，甚至呢开展研制了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中国的6代机项目如果其进度超越美国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？我们知道，二战之后，战斗机的发展呢，从第3代开始，其战术技术指标要求基本上都是美国引领的，其他国家跟着走。那么现在到了要开发第6代战斗机的时候了，其战绩指标要求依据何在？美国人既然没有拿出标准，那么很可能中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拿出新的标准，从而引领世界潮流。目前提出6代机项目的国家呢，虽然已经有几个了，但是最有实力成功的玩家，也就是中国和美国。如果美国在第6代战斗机的领域发展失败，或者从领先者变成了追赶者，那么美国空军的全球霸主地位就将因此而发生动摇，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将加速衰落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